电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跟你分享3月25号到3月31号的3则电商大事。第一 ，PC Home 被传倒闭哀告那 PC Home 因为近年业绩不佳，面对强劲的对手如 Momo 跟 Coupon 的竞争压力出现倒闭的传闻但公司澄清现金流非常的充足，它账面上有42亿的现金。第二 ，PayPay 支持 Temu。PayPay 宣布将支持中国电商平台 Temu， 此举可能增加日本消费者对于在 Temu 购物的信心，而 Temu 的扩张策略可能在未来威胁台湾的电商市场。最保险的做法就是盖好自己的官网，你才能隔山观虎斗这样。第三，吴宗宪联手50位直播主举办大型直播，由吴宗宪与50位年轻网红直播主在台北车站东森广场举行大型的直播带货活动。我们可以预估直播带货将成为台湾的新趋势。现在除了东森购物以外，大陆的小羊甄选就3只羊那个小羊哥也盯上台湾你最好也要赶快开始布局。想知道每周的电商大事，记得关注加爱心。我是电商 Tony 陈，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我这个节目会跟你分享上周在电商领域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新闻我会挑选出3个我觉得重要的新闻，跟你分享这些新闻的看法，让你轻松掌握电商脉动。这一集我们讲的是3月25号到3月31号发生的电商新闻。第一个新闻 ，PC Home 被传倒闭喊告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就 PC Home 嘛，你也知道那个 PC Home， 然后近年业绩都不好那前面就有 Momo 跑出来篡位，后面又有 Coupon 来血洗他的脸那所以前几天跑出来疑似是内部员工的爆料，说 PC Home 要倒了那现在公司出来澄清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老实说如果 PC Home 倒了，你会觉得很意外吗？我自己是不会啦因为他的对手真的都太强了那不过要他倒还是有一点难度的。他现在的账面上现金有42亿那短期之内应该倒不了那唯一有可能的就是他的业绩在这几年都差到爆炸，银行抽银根，这样子才可能会发生倒闭那也希望他好好调一下体质把那个界面好好改一改，这样至少可以留下一些始终的基本客群再来就是看他怎么做 OMO 了我们之前已经有提过 Momo 已经开始布局 OMO 了，不过 PC Home 布局又慢人家一步，连汤到时候要喝都没得喝。第二个新闻 PayPay 支持 Temu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日本手机支付企业 PayPay 将从4月开始支持中国电商平台 Temu。之前 Temu 在日本的支付选项只有信用卡跟便利商店支付，而很多日本人会担心这种在海外电商网站去输入这种个人信息，他们担心的程度比我们台湾还要更加担心这样，所以 PayPay 支援这个 Temu 会让更多消费者感到安心，因为他们 PayPay 用得很熟那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这其实是一个警讯。我们之前已经有讲过 Temu 血洗美国那你看他现在要进军日本，那未来会不会席卷台湾我们不知道，但怎么有不来台湾的道理那你看我们从 Coupon 来台的经验就知道，台湾的电商平台对于这些外来的巨人打手几乎没有丝毫的防御能力我们台湾政府也不去挡一下人家就放人家进来这样。那如果 Temu 进来我看这个大乱斗上会死得更惨。淘宝现在只是推出了一个繁体的 App， 就一堆人在用了那我也无法想象 Temu 真的进攻进来的局面。像之前我有拍过那个SHEIN SHEIN SHEIN 上的东西超便宜而且海外这样子进台湾速度很快呢，超级便宜，你还没下载你去玩玩看真的是很夸张。我实在是觉得说以后也不用那些买淘宝卖虾皮的也不用在淘宝进货，你在SHEIN上进货就好了那现在做电商最安全的办法还是盖好自己的电商网站，把会员消费者资料都抓到自己的手上然后去认真执行再行销去阐述你的产品的优势你品牌的价值，一些客户使用好棒棒的案例。好，那未来这些巨人在对干的时候，你才有机会隔山观虎斗如果你就是随着巨人起舞，比方说你都没有自己的官网，那你只能依照各个平台那怕你到时候是会有麻烦。
好，来第3个新闻，吴宗宪联手50位直播主去举办大型的直播。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就东森直播Channel 5邀请了吴宗宪、林湘以及50位年轻的网红直播主，在台北车站东森广场去直播带货。那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就其实没什么，就是东森购物的一个造势活动，都在直播，你干嘛把大家都集合起来那这个就是一个造势啦那我们会拿出来讲，是因为现在看起来直播带货这件事情会在台湾起飞，不仅是东森购物它开始重视。然后小杨哥的小杨甄选在台湾也有代理商了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未来会有更大的流量灌进来就不是之前 FB 直播连千亿啊、丢丢妹啊这种等级的而是很专业的做法。那这会是一个很可怕、很血腥的战场那就看你有没有提前布局好这一块。像我们 Cyberbiz 是已经串好了，用 LINE 来直播你只要后台设定好，就可以用 LINE在上面直播，然后消费者就直接在你的 LINE 里面去下单那就很方便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3月25号到3月31号的3件电商大事。第一 ，PC 用被传倒闭喊告；第二 ，PayPay 支持 Temu；第三，吴宗宪联手50位直播主举办大型直播讲八卦讲八卦，就直播带货啊。小杨哥啊，中国最强的直播带货人家这个成交换算成那个台币都是1000亿一年1000亿以上，非常的夸张也就是说，他这个公司啊，大概就是打掉我们台湾整体电商不知道2倍还3倍那台湾目前已经有人签代理了，但是目前看起来还没有什么巨大的动作，这个有一点怪怪的那因为我们有参加那个会议嘛，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小杨甄选他现在做起来了，做起来之后，他已经不是那种就是一直要赚钱为主的商人他现在把这定位变成民族企业家，他意思是什么？他要透过他很会卖嘛然后来扶植国内的各种好商品叫小杨甄选。扶持国内的好商品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中国的供应链出来的东西不到垃圾难用的地步，但是你说它品质好是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这不代表中国没有办法去做出高等级的东西只是说中国非常善于打价格战，人家又是民族企业家，人家就是要扶植自己国内的供应链所以小杨甄选的这一场未看先猜，他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卖中国的东西，他不会是跑来台湾，然后帮你台湾人去卖台湾，不是这个生意。他现在就是民族企业家的格局，所以就是要卖中国货，好，那做跨境的电商就对了，然后用他自己本身强大的 IP 去来卖，那就我们大家都要小心因为中国打价格战，你也知道，因为现在就一堆人就在买中国卖台湾虾皮嘛，不就这样那现在他们直接过来到时候会变成怎么样？我会说那个说不定看起来都不像竞争那根本就是倾销。到时候我们那边什么9块9包邮像他们不是9块9包邮嘛？到时候我们也变成这样还得了那台湾的那些小地方、小工厂、小厂牌，即使产品很好，可能未来都会很辛苦了必须要做差异化，要做毛利高的东西。毛利高你量会小没有错，那你就要多开很多支毛利高的那个的路径像之前最有名的例子嘛，你做袜子，你怎么做得赢中国？做不赢的啦。可是你就做运动员专用的袜子，还要再细分细分到底羽球选手打羽毛球他们用的专用的袜子，棒球选手他们专用的袜子那台湾看还就要往这个路径去前进就对了。不然怎么办？不然你那种大众平价的东西一旦对上中国供应链很容易 GG 千万要小心。直播带货里面说真的，我们台湾电商界最惧怕的对手就是小杨哥团队那目前代理也签了，风风光光一阵，然后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这个有一点怪怪的，不知道他们在憋什么大招这个我不晓得我们就继续观察看看吧。我是电商 Tony 陈，我想将我会的电商营运技术慢慢透过拍影片分享给台湾零售中小企业，提升台湾电商的实力，
让台湾的好商品卖到全世界去，做出台湾的国际品牌。那品牌电商的起点就是自家购物官网。你们家需要架设品牌电商官网，我推荐 Cyberbiz 官网，仓储、跨境 POS 一次搞定。很多国内的大品牌商都是使用 Cyberbiz 的电商系统。要做自家品牌电商官网，不知道从何开始？我提供给你便宜又好用的系统，资讯栏有连结，点进去填写完联系资料，我会打给你，看看你是遇到什么问题。那你也可以准备好问题来问我。Cyberbiz 让你少走弯路，多多赚钱。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电商的资讯。我是电商 Tony 陈，我们下集影片再见。